係講網友呢個就係呢條片係講杜琪峰講嗰啲嘢嘅，咁就係我記得幾年前啊，我初嚟呢度已經係4年前，2020年，咁足足4年。咁嗰陣時講過有冇講過電影？我話電影係咪已死咯？我電影梗係已死咯。即係我嘅意思咧，就係電影作為一個，我嗰陣時已經 define 得好清楚，作為一個工業已經死亡。香港作為嘅電影工業已經死亡。我哋每年全盛嗰陣時咧拍300部片，而家咧就拍幾十部，30幾40部。所謂嘅死亡咧並不表示話冇電影拍嘅，因為任何人中意咧都可以拍翻一部電影啊！全世界各地咧間中都會有時拍下電影㗎啦，嗰啲地方。亦都咧伊朗都有拍電影，咁咧同埋咧就亦都間中會有一部電影會收錢，有啲電影會收錢，或者係呢個攞獎，咁並不表示係有電影工業嘅。其實咧電影工業咧全世界好少地方真係有一個完整嘅電影工業。我係去到80年代嗰時咧，我忽然之間 realize 原來香港係世界上極少地方係可以靠電影同埋嗰個電視劇嘅輸出嚟到賺錢而養住咁多人嘅。你係需要每個崗位都有專業人士生生不息嘅，其實就係咁樣呢個嚇。咁當時咧就係杜琪峰就話有好多人加入辯論咧，即係嚇咁佢哋都係話點會死啊？呢個香港一定會恢復輝煌嘅，唔需要恢復輝煌。即係70、80年代、80、90年代香港電影嘅光榮環境，係嗰個處境已經變咗，電影行業亦都變咗。今日你會用 AI 將啲片出嚟，有 Instagram 啊，有 TikTok 啊呢啲咁嘅嘢啊，就嚟拍片、拍廣告都冇得拍啦。點樣恢復個電影行業咧？唔需要緬懷過去嘅，唔需要緬懷過去，亦都唔需要恢復翻過去嘅光榮。即係好似意大利想恢復翻羅馬帝國嘅榮光咁，呢啲簡直係荒謬絕倫嘅嘢。個世界已經徹底唔同咗。咁當日咧就係杜琪峰有插過嘴嘅，即係佢以佢嘅立場嚟講，梗係覺得電影工業話我梗係企喺我嘅相反面。呢個蕭若元唔係一個電影人嗱，呢個咧就講得可圈可點。即係咧，我係做咗一輪，我都係 part time 嘅。我咧就唔係學佢嗰啲一生人咧咁樣投入電影事業嘅，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嚇。咁因為我睇下杜琪峰講乜嘢嘢，因為佢係我最 respect 嘅香港導演之一，呢個係香港導演之一啊。BBC 專訪呢個杜琪峰，我同香港都失去靈魂。即係咧，佢係繼續喺香港堅持佢嘅電影工作啊，但係過去幾年咧，我已經睇唔到佢嘅作品。佢近50分鐘採訪嚇，佢直情係直指港版國安法。嗰陣時其實我嗰陣時同佢哋討論呢個電影已死嗰陣時咧嚇，就已經係講國安法嘅問題，係中共對人民同國家缺乏信任。如果你對人民同國家信任，呢個係啱嘅，你就容許講嘢啦。你唔係，你係覺得咧？嗰啲人民咧係一個 BB 仔嚟嘅。如果咧你個國家咧，即個政府咧就好似教細路仔咁看住佢，你一唔看住佢咧，俾佢受外界嘅影響咧，就會教壞咗噶啦。會亂食嘢嘅，會食死佢嘅，即係嗰啲知識啊，其實就係呢個咁嘅態度，係基礎上係對人民同政府嘅唔信任，呢個係啱嘅。被問到香港同佢失去咗乜嘢？自由。言論嘅自由，簡單嚟講就人權同自由。即係咧，我哋從來喺香港係冇到最後都冇真正嘅民主，但係我哋香港一路我長大期間呢70年都係有言論自由。即係咧喺我都講喺呢一個我入完港大之後就係港大學生會冚唪都係所謂嘅國粹派係高舉4人幫嗰套嘢㗎，係冇人理佢㗎。你咪支持4人幫，支持到夠咯。呢個就係即係咁樣嘅。呢個中意亂噏乜嘢就亂噏乜嘢㗎。呢個係尤其是喺香港大學更加重要呢個喺學術界嘅言論自由係非常之重要。
而家咧，你喺大學講一啲唔啱聽嘅説話咧，係會俾人哋舉報嘅。呢個佢話呢個係佢人生最低潮嘅時候，呢個真係非常之凄涼。去到呢個年紀，人生最低潮呢個係啊。咁呢個唔關佢事，因為香港大環境嘅改變啊，導致以前有好多拍片創意嘅佢成日都諗到好多新 idea 出嚟拍。一陣我睇下佢嘅片。佢嘅片好多 variety 嘅，但我覺得佢嘅片最好咧，就係拍嗰啲槍戰嘅片嚇，啲警匪片係佢拍得最好嘅，呢個就係。而家諗就唔拍得啦，啲嘢乜嘢都唔拍得。以前拍片啊，就唔代表導演冇理想，冇錢拍啫。而家唔係，而家冇咗理想啦，呢個就係。佢有啲題材嘅諗下就會放棄，因為如果拍出嚟咧，就會影響到人哋。你叫人哋嚟拍，譬如佢叫劉青雲咁嚟拍，咁劉青雲拍咗杜琪峰嘅戲，會唔會仲有得撈咧？翻去啊，導演、工作人員都俾中共打壓。佢係人性咧好脆弱嘅啊，即係佢講嘅字義唔係好精準，我幫佢執一執佢咧。即係咧，如果佢係你有種慣性思維，一向喺個自由環境，而家改咗少少咧，你就唔係咁容易適應，啊！於是產生咗好多嘅懷疑。我一直以嚟都好堅持喺香港拍戲，因為喺香港拍戲佢有翻大陸拍嘅，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喺香港拍戲咧個自由，只要你唔翻，你部戲唔翻去大陸上咧，就有好大嘅自由度。但係而家都已經唔係嚇。而家唔可以咁做，一走佢創立咗佢點樣俾人迫害咧？佢創立咗個先浪潮啊！竟然俾藝發局停止資助。如果佢唔交心咧，即係唔向中共表忠咧，任何同杜琪峰有關嘅嘢咧都唔會獲得資助。呢個係嚇，佢早有預感㗎啦。呢個就係佢唔明啊！先浪潮受歡迎就係削資助。放下煙花就當香港好繁榮啊！你呃到邊個？阿婆都呃唔到。最重要嘅唔係社會有冇先浪潮啊，有冇先浪潮都唔緊要，而係呢個社會仲有冇希望。即係我今日會再講民主嗰個，我就會講呢一個。我今日會講到呢個理性主義，呢一個係覺醒時代，呢個係呢個。覺醒時代同埋 enlightenment 啊，同埋呢個就係講呢個人權嘅問題。佢話點都要頂住，佢係國際知名導演，佢可以去外國拍戲啊，但係好多人唔得啊嘛，即係佢有呢個朵，佢可以去外國拍戲嘅。咁但係各方面咧喺香港嚟講，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時代。如果個個都唔喺度，嗱，呢個就有班人係咁諗嘅，即係當時黎智英啊嗰啲都唔肯離開香港，就因為覺得我要留喺香港。呢個周冠威嗰啲咧，我要留喺香港。如果唔留喺香港咧，就香港啲人咧就覺得冇希望。呢個就係但係留咗喺度又可以做乜咧？呢個就係我喺呢個 Clubhouse 嗰度我講咗好耐。即係你話留喺香港嚟到做嘢。如果唔係咧，香港冇希望。但係咧，結果你留咗香港，又乜都做唔到，咁又點咧？呢個係呢一個留喺香港，你而家仲有乜嘢可以做咧？你連 share 一啲嘢都會俾人哋拉嘅時候，你唔好話俾我聽，你留喺香港係有貢獻喎。呢個真係過去先浪潮有好多條參賽短片都唔能夠通過電檢。我真係唔知，有少少嘢就通過唔到電檢。呢個香港係冇嘢唔可以通過電檢嘅，以前係至多就分類，你一係就四仔嘅啫，呢個就係我上過電檢同佢拗過好多次。呢啲審查不但止係電影，而係整個社會，唔係呢個杜琪峰係錯嘅，唔係有條線啊，最危險嘅就冇條線啊，佢唔會話俾你條線喺邊啊，叫你估啊，嗰條線咧就不停喺度彈出彈入嘅，終於你做咗啲，你好辛苦拍咗部戲。上唔到，呢個係最危險嘅嘢。如果藝術發展成為政治上嘅嘢比較大，任何藝術發展都會出問題。我講俾你聽，
你如果做藝術嗰陣時咧，你就係針對自己有個情緒或者有個思想想表達，而喺呢個表達呢一種表達咧係要來自你內心，而將佢藝術化啊嘛。你個政治任務，如果俾一個政治任務你去做嗰時咧，你就唔係由得自己嘅思想同埋嘅藝術去奔馳，係要服從呢個政治任務。咁於是變咗乜嘢？變咗係宣傳片咯。你為咗個政治任務而工作，咁你即係拍緊一條宣傳片咯。香港目前嘅大前提，只有愛情片、親情片、動作片先可以審查。嗱，我講俾你聽，台灣以前一樣，台灣乜 Q 嘅片都唔拍得嘅。呢個喂，台灣拍鬼片就要係發夢醒翻嘅。拍賭片咧就話原來咧係特務嚟嘅，嗰個係蘇聯特工嚟嘅，即係咁樣樣咯。到最後係結果咧，台灣最多拍乜嘢片咧？拍只係得一樣片拍，就大學生談戀愛。於是咧，大學生不切實際。我睇見着晒西裝，着晒西洋禮服，女仔咧着晒長裙，即係秦祥南、秦漢、林青霞、林鳳嬌嗰時咧，日日喺度行嚟行去談戀愛咯。呢個就係出入嗰啲別墅啊、游泳池啊，即係淨係拍呢啲咁嘅片。因為咧呢啲過度，呢啲係阿劉家昌拍片啊，佢未去到嗰個，佢約今日譬如喺邊度開工啊，喺邊度拍咁樣，未到嗰度啫。佢已經拍咗10分鐘片啦，點解？喺途中佢已經見到呢度落去，左行下右行下，咪淨係剪啲音樂落去，咪又變咗一段片咯。拍晒啲咁嘅片，即係藝術啊！你感乎中而發乎外啊嘛，你係有嘢要講，呢個就係嚇。而你嗰個講嘅係用藝術形式嚟到包裝，希望可以接觸到人心啊嘛。面對香港同中國導演嘅困境，佢認為係中共對人民同國家唔信任呢個講呢啲大逆不道，人類唔需要咁樣嘅管治。喂，呢個好危險咁樣講嘢。呢種管制令香港同佢本人都失去靈魂。即係國安會唔會揾佢傾偈咧？呢個真係我戥佢危險講呢啲嘢。佢對新一代嘅年輕創作者抱有希望，應該勇敢發聲。喂，用勇敢發聲有乜嘢用？發聲你點樣有人夾錢都俾你拍戲，而你拍戲點上到咧？就算喺 YouTube 都上唔到呢啲嘢。利用電影同其他藝術形式表達真實嘅自我同訴求，呢個係要subject to國安法同23條。香港需要新一代嘅藝術家同電影工作者繼續創作，即係我哋嘅電影已經係隨着 AI 咧進咗個新嘅時代，個門檻咧就好低嘅，大家要識得用 AI 創作影片，同以前嘅成個 industry 咧係唔同嘅。呢個係電影喺爭取人權同自由嘅過程入邊有獨特嘅意義。即係咧，你講電影咧，我真係唔覺得電影係特別係爭取呢個人權同自由有特別嘅意義。即係因為咧，電影係一種好新嘅行業啊，好新嘅行業，而佢嗰個 production 咧就係需要 involve 好多人嘅，所以咧你去拍一部電影係好大嘅投資，個過程好長，好容易俾人哋拍低咗。真正爭取人權同自由咧，其中文藝咧係一樣好重要嘅嘢，即係文學係一樣好重要嘅嘢。電影係一種可以表達抗爭同抵抗嘅工具，係啊，如果佢俾你表達。如果唔係咧，你拍部片早就出唔到啦。喺極權時代，即係如果一個社會由民主變為極權咧，就打壓電影嘅。咁呢個就係因為咧電影比起文學咧就有個好處，佢係 visualize 咗嘅，你睇到嗰樣嘢更容易引起你嘅激情嘅，對現狀嘅不滿同反思嘅。當自由受到威脅，唔係當政府認為唔應該俾人民咁多自由，等佢集中個思想刻咧，就一定打壓電影嘅因為呢個冇錯，所有嘅藝術咧都係會激動人心嘅。香港及全球嘅人都應該支持電影，因為電影代替人民發聲，
呢個係講嚟冇意思嘅，呢個係講嚟冇意思嘅，呢個係嚇。呢個唯一代表人民發聲嘅唔係唯一係電影，呢個係。而你話支持電影，還是只係支持抗爭嘅電影呢？你支唔支持啲歌功頌德嘅電影呢？結果大公講杜琪峯應該拍嘅電影係《黑社會之肥佬黎》。杜琪峯一邊大讚香港冇咗靈魂，一邊大讚九龍城寨好好睇。有一部電影好好睇並不表示有靈魂嚇。到底係大導演人云亦云啦，還是係杜生江郎才盡咧？呢個就唔緊要嘅，呢個你變呢個係人身攻擊。人哋拍得上史上最多觀影人數嘅電影，呢個當然係錯啦。呢個九龍城寨幾時係歷史上最多觀影人數？歷史上最多觀影人數好似係半斤八兩，呢個係嚇半斤八兩，還是摩登保鏢，證明唔係香港電影唔得，係有人活喺舊時代啊！夢唔能夠醒，呢個咧就即係話你戀殖，仲懷戀呢個英國嘅殖民地時代。杜琪峯69歲，今年後生過我6年嚇，佢係 junior 過我，因為佢訓練班出身，佢同周潤發哋係同期嘅。喺金像獎同金馬獎奪得3次最佳導演，有黑社會、槍火、奪命金、PTU 提名過無數次。嗱，我其實最中意 PTU， 我都好中意睇咗好多次，奪命金我都睇咗好多次。黑社會我就唔係好中意翻睇嘅，因為黑社會我唔係好想翻睇。但係槍火好拍得好少次，拍得好好。重影幾十年入圍國際大獎，佢係世界3大影展都做過評審，呢個就係康城呢個威尼斯呢個就係。佢係喺通菜街出身嘅，喺九龍城寨住咗1年之後咧，就移居皇港。17歲就冇書讀噶啦，喺電話公司做學徒。嗰年後生原來都幾靚仔喎。1974年獲鍾景輝取錄入讀香港無線電視訓練班第4期，呢個就係呢一期係好多人嘅。初期做閒角，嗱佢做明星做唔掂，咁啊轉任呢一個幕後嚇，呢個係金國亮提拔佢。其實佢拍過民間傳奇啊、京華春夢啊、射雕英雄傳、鹿鼎記，其實賞識佢嘅係黃天林，一路係黃天林係佢嘅師傅嚟嘅。直至到1979年、1980年，劉松仁推薦杜琪峯做導演，就拍咗一出嚟拍導演就係《碧水寒山奪命金》。咁呢嗰部導演咧就唔成功嘅，咁佢咧嗰部電影佢又翻去再拍咗一輪呢個電視劇，後來咧就再出嚟嘅。我哋睇下佢嘅出名作品啦，有《把星報喜》佢係好多類型，佢喜劇都唔錯嘅。呢個就係《阿郎的故事》啦。呢個係香港3大煽情片之一嘅《阿郎的故事》呢個係審死官啦，呢個係當日周星馳最賣座嘅電影。佢成部戲係來自馬師曾嘅戲，呢個馬師曾嗰部戲咧就叫審死官。孤男寡女啦，呢個黑社會啦，槍火啦奪命金啦，呢個後來再拍一次奪命金。即係呢一個佢嗰個呢個杜琪峯嘅戲啊，尤其是呢啲槍火奪命金啲戲咧，係拍到非常之有逼力嘅，亦都有時咧拍到人生嘅嗰種荒謬感出嚟。佢好多時咧就係即係佢除咗有幾部戲係拍喜劇之外，喜劇嗰幾部係光明之外咧，佢好多都有種鬱暗嘅感覺，有種壓迫力嘅感覺。佢啲戲即係我覺得佢尤其是拍槍火呢啲咧，係香港最好嘅導演。我覺得佢係香港最好嘅導演，沒有之一。因為呢個我哋數下香港嘅大導演過往嘅唔好講啦，李翰祥、張徹唔好講，嗰種係第二種，就係後來嘅導演入邊，我係徐克咧係非常之偏頗嘅。徐克嗰啲電影係非常之唔完整嘅，佢撞到嚟幾部好作品，但係咧後邊咧即係根本翻咗大陸拍嗰啲咧，都係多數都係垃圾。許鞍華啲戲咧，我覺得係平平無奇，平實到不得了。許鞍華啲戲，
你捉唔到佢啲氣咧有乜嘢特色嘅。唯一可以同杜琪峰爭嘅咧就係邊個啊？就係王家衛咯。究竟杜琪峰好啲定係王家衛好啲？其實杜琪峰嘅戲咧，就係如果冇人督住佢拍嗰啲孤男寡女啊，呢啲咁嘅戲嚟到呢一個係拍啲大商業片，佢係傾向於拍藝術片，同埋佢有時啲片咧就拍好耐嘅。不過 anyway， 一個人將佢嘅生命貢獻俾電影呢啲人係值得我哋尊重嘅，好嘛？呢段講。趙貓貓11月門市優惠1號到30號 ，Form Bio 獵戶素守護男人嘅2大底線，髮線同前列腺。佢嘅黃金配方就係鋸葉棕櫚，含有月桂酸、菠菜素、茄紅素、硒、鋅、維他命 B3、維他命 B6， 能夠發揮最大嘅功效。2016年一項研究肯定咗口服鋸棕櫚嘅防脫髮效果，仲可以保護獵戶線嘅健康，增加使卵子受精嘅機會。男子年齡增長咧，容易夜尿頻繁、獵戶線肥大，提早保護獵戶線，呢個產品可以幫到你。而家2盒 Form Bio 獵戶線咧，就送同廠嘅維他素1盒。男同女體質有分別，所以分為男嘅維他命有13種維他命同6種人體需要嘅礦物。而家係送男嘅維他命原價498蚊，而家只係348蚊啫。